我签下10亿大单那天，公司举办了庆功宴，可我刚到宴会门口就被拦住了。先生，请你出示下邀请函。先生，您能再说一遍姓名吗？沈恒。抱歉，沈先生，那场名单里没有您的席位，我不能放您进去。沈恒，哎呀，你怎么才来？可能是名单太长，系统漏掉了。你也知道，今晚嘉宾太多了，临时调座位很麻烦。要不你先去外场坐一下，外场也能看直播，菜品都是一样的。3年前，数据仲裁第一版上线，我在机房守了46个小时。这套系统是我一行行代码扛起来的。在顾总的带领下，星宇数科才能拿下这次大单子。接下来有请顾总上台发言，为大家分享一下公司的管理智慧。就等你了呢，顾总。管理智慧，事情一点没干，功劳倒是一点不落。沈恒，你别多想，今晚流程都排好了，临时加座真的不方便。外场那边也挺好的，我让人给你安排靠前一点的位置。工程名单也是系统漏掉的。这个名单是综合各部门意见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你别太敏感，公司不会忘记每个人的贡献。上市前最后一次风险城市会上，我就说过，风控熔断没有全量开启，灾备演练没有完成，部分指标口径还没通过校验。沈恒，不要总拿风险吓人。公司开了这么多年，可从没出过事儿。就因为几个没发生的问题，你要停掉风控，影响公司的增长数据？上市后访问量一定会暴涨，风险只要存在1天，系统就有可能崩盘。我要求程序纳入3方托管。技术要服务业务，星寒走到今天，可不是靠你几句话吓大的。沈恒，流程不用搞得这么复杂，你把核心权限全交给周凯，以后他来给你对接，不用正式授权流程。都是一个公司的，别搞得像防贼一样。不用安排了。你去哪儿？今晚毕竟是公司大日子，你这样走不太好吧？反正那场没我的座位，我在不在又有什么影响？沈恒脾气还是这么大呀？技术大佬嘛，都有个性。咱们走，进去敬顾总一杯。沈恒，这中团要是真成了，公司以后半条命都在你手里。江勋，你说错了，不是半条命，是整条命。既然庆功不算我，那数据风险也别找我。老板刚从那酒店出来，我看今晚好几拨人都去那儿办喜事啊。算是喜事儿。那怎么不多喝2杯？这么早就回了？没我的位置。3年，几百人的小公司做到市值几十亿，我这个干了9年的老员工，最后成了那个最不合时宜的人。数据中出全线异常，客户后台和财务对账都乱了。沈恒，今晚的事儿是我不好，你快上线看一眼行吗？庆功不算我，出事了知道来找我了，晚了。沈恒，今晚的事是我不好，你先接电话行吗？公司现在真的有急事儿。在公司9年，我24小时待命，哪怕凌晨3点也爬起来给你们兜底。但今晚，我只想睡个好觉。幸好我有个习惯，工作留痕。现在，这些就是我的底牌。看板延迟，应该是缓存问题，重启中台服务试试。等等，先别重启，链路现在全堵着，重启容易崩盘。那你说怎么办？现在温董和顾总都在外面，客户电话都快把公司打爆了。沈恒，大家都在等你，别因为一点小误会影响公司大局。现在跟我谈大局了？沈恒，你看群消息了吗？我知道昨晚的事让你不舒服，但现在事情紧急。你之前报告里写的那个最坏情况，
发生了。熔断策略还在吗？被关了一部分。谁批的？业务侧提的，顾总确认，周凯做的发布。那现在为什么找我？江群，顾总问审核接电话了没有？因为现在没人知道怎么把链路拆开，订单退款、财务确认全挤在一起，系统彻底崩溃了。周凯想直接重启服务，被我死死拦住了。顾总来了。沈恒，你什么意思？公司现在因为你的系统出了这么大问题，你还在摆架子？顾总，纠正一下，那不是我的系统，是星航数科的系统。你……况且，风险我提前提示过你，我已经递交了离职申请。从现在起，我不会再接受你个人的工作指令。沈恒，你别忘了，是公司把你培养出来的。我为公司卖命了9年，又得到了什么？我谈下了大单子，但庆功宴上我连一个座位都……这9年，我从没像今天这么清醒过。温振邦，星航数支董事长，真正能拍板的人终于坐不住了。温总，沈恒，昨晚的事儿我听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系统上线前，我提交过最终风险评估，结论是不建议在没测试、没风控的情况下上线。邮件我看到了，3个月前我也提交过核心圈托管方案，要求走3方托管流程，没有被批准。顾成峰说你没有把关键权限交出来。温董，交接和私交权限是2回事，我要求的是正式托管，顾总要我把东西私下交给周凯，这出了事儿算谁的？如果请你回来处理，需要什么条件？要我处理可以，先把我的离职手续办完，工资、奖金、补偿一分不少，立刻结清。如果你们还需要我救火，就按外部应急顾问的价格付费。他这是趁火打劫，温总不能答应他。顾总，是你们先把我从工程名单里吃掉的。公司庆功的时候没有我，现在出事了，是想让我白干。沈恒，你要多少？我没有绕弯子，离职补偿按合同算清楚，拖欠的项目奖金一并结清。另外，应急顾问费先付一半。你疯了！公司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跟公司谈钱？顾总，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钱到账，你能保证系统恢复吗？可以，但事故原因、操作记录、责任边界全部要写清楚。可以，法务立刻拟合同，财务按沈恒说的金额打款，人事马上把他的离职手续办完。温董，离职流程最快也要走2天的审批。那就把权限全部打开。曾经为了一个权限托管，我发了3次申请，等了几个月没结果。现在为了让我救火，10分钟就能让人事、法务、财务权限绿灯。再加一条，顾成峰不得干预任何技术指挥。江巡在吗？我在。从现在开始，只听我和你的指令，其他人的话全部当没听见。明白了。先把昨晚7点到现在的变更记录调出来，发我。好。谁干的？不只是关了风控，还把异常订单隔离指示调高了，简直是找死！谁操作的？周凯负责操作，顾总亲自批准的。沈恒，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你赶紧给我把系统弄好。我是在判断事故原因，顾成峰，如果你再插嘴，我立刻退出会议。先关大屏干表的实时刷新，压力降了。锁死所有人工补录入口。如果锁了补录，业务那边会投诉看不到最新数据。数据重要还是系统彻底崩盘重要？闭嘴！退款队列拆离完成，备用通道挂载成功。
稳住了。财务按顾问合同，马上再补一笔课时费。以前熬夜是为公司卖命，现在我是为合同干活，感觉确实不一样。沈航，核心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多亏了你。后面的清理工作你们自己做，没我什么事了。你真不回来了？不回。其实技术组很多人都知道，这套系统是你一把手带出来的。昨晚庆功宴没你的名字，大家都觉得不对。觉得不对，有人说了吗？火没烧到自己身上，谁都会装聋作哑。我不怪他们，但我也不想再陪他们玩了。不用沟通了，钱结清，我和公司的劳务关系也彻底结束。原系统设计过于复杂，增加了应急恢复难度。原负责人离岗，导致部分细节确认不及时。报告最后那2句话是谁加进去的？顾成峰让人加的。报告要过管理层，他非要这么写，删掉。我也想删，但如果不按他的意思，这报告交不上去啊。我的风险预警邮件还有评审会他签字的记录，我这里全都有备份。不删的话，我就把这些证据连同这份甩锅报告一起群发给星汉的董事会和所有投资人。沈航，你真要跟他硬碰硬？我忍气吞声的时候，他们放过我。沈航，你满意了？公司现在一团乱，董事会在查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顾总，你想多了，我只是拿我的钱做完我的活。至于你被查，是因为你自己签过字。你以为离了星汉你还能走多远？这个圈子很小，你今天把事情闹这么僵，以后谁还敢用你？顾总，你错了。以前我不走是因为项目没结束，现在项目结束了，我也不欠你什么。你别后悔！沈航，看到通报没？顾成峰今天没来公司，周凯也被人事带走谈话了。技术组很多人都松了口气。接下来有的你们忙了。是啊，烂摊子一堆，但至少不用再听外忙指挥内行了，也算是个好结果。沈航，事故处理已经有初步结论了，董事会一致认为你这次处理得很专业，所以我们想正式邀请你回来，职位和待遇都可以谈。温董，晚了。我既然已经辞职了，就不会再回去。那以后如果星汉还有项目需要外部支持，你愿意接吗？可以接，但要按合同、按市场价来接。你现在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情面早就讲完了。这个圈子很小，你今天把事情闹这么僵，以后谁还敢用你？这也意味着一则消息传得快，谁有真本事，业内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沈航，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我可能也要走了。这次事情以后，我发现再留下去也没意义了。以前我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通过这件事儿，我也明白了，有些事儿不是忍就能过去的。你走的时候，我没帮你说话，对不起。不用道歉，这本来也不是你的错。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想跟你一起做项目。希望能有机会。痛快！顾成峰被正式免职了，周凯被踢出技术部，苏曼也被调离行政岗去边缘部门了。沈先生，我们想请你先做一次系统风险评估。管理层会参加吗？会。如果评估结果不好看，你们能接受吗？沈先生，我们请你来就是为了修正错误，降低风险。那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如果要改，优先级只有一个，先保命，再优化，把会造成事故的点丝堵上，再谈效率和体验。明白了，真是受教了，沈顾问。沈先生您好，我们这边是星汉数科董事会办公室，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还请见谅。有什么事？公司想邀请您参加下周的技术复盘会，到时候董事会希望当面向您表达歉意，并赔偿您的损失。您看您有时间来一趟吗？ 9年青春，人走茶凉。
现在才来谈道歉，太晚了。我不参加了。如果需要技术意见，可以走顾问合同。沈先生，董事会这边是真心希望修复关系，毕竟您也是公司的老骨干，在公司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感情了。我和公司的劳务关系已经解除了，至于其他，没什么好谈的。你是不知道，顾城风走的时候脸色有多难看，他估计打死也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自作自受。说得对，让他仗着有点关系就作威作福，还天天想着冒领你的功劳。对了，沈恒，我已经跟人事提离职了。这么快？公司想让我留下来接你的摊子，说是要给我升职加薪，条件开得挺好。那你不考虑一下？考虑什么啊？万一哪天又出事儿，一口黑锅直接砸下来，到时候我就真有理说不清了。辞职之后你想好去哪儿没？还没定的话，你那边要是缺人，可以考虑我。我现在只是个自由顾问，单打独斗，又不是开公司，那也比回去被人当垫背强。先别急着走，你把自己的项目经理整理好，按流程办，该拿的补偿1分也别少拿。明白，听你的。那栋楼我曾经看过无数次，以前总觉得那里面有我的一部分，现在再看，只觉得陌生。沈恒，你后悔吗？不后悔，要真后悔，也是后悔走得晚。沈先生，以后合作中，我们希望你能毫无保留地帮我们把风险讲透。没问题，合作愉快。舆论来得快，散得也快。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绑在别人的议论里。沈恒，新闻不是我们放出去的，董事会还在查是谁干的，等有结果了，我再通知你。以前在星汉熬夜到凌晨3点，报销一顿几十块的夜宵，财务都要卡半天。现在请我上线救火几小时，钱打得比谁都快。1个月后，我的顾问工作稳定下来，工资翻倍，时间自由，最重要的是，我终于能睡一个完整的觉。沈恒，你说咱们以前在公司那么拼死拼活的干，是不是太傻了？不是傻，是那时候太相信别人画的饼，太重感情。是啊，当年刚进公司还是个愣头青，就想着跟着老板能闯出一片天，谁知道到头来连个庆功宴的座位都不给。敬一杯，庆祝咱哥俩重获新生。哎，给你看个好玩的东西。星汉数科最近搞内部整改培训，你猜他拿什么当反面教材？曾经没人愿意回复的邮件，现在被他们当成救命教材了。讽刺吧，但至少以后他们再想偷工减料，就会想起你给他们上的这堂千万级别的课。有些关系，从我被拦在庆功宴门外那天起，就已经彻底结束了。不接责任不心的下午。沈恒，咱们这算不算重新开始？当然算，干杯。沈总，看了我们的系统，你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不是系统，是你们的管理模式。怎么说？核心权限毫无边界，业务督门和技术根本配合不起来。财务想要数据，产品居然直接去催技术要接口，这种模式不出事才是奇迹。那你建议怎么改？先停掉3个高风险发布，把权限审批全部补齐，最后做一次完整的灾备演练。如果管理层不能接受这种一刀切整改痛改，我建议你们别花这份顾问费。以前在星汉说这种话换来的是一顿痛骂，但现在规矩由我定。可以，沈总，你把方案写出来，我们全力配合。系统切换成功。12分钟，幸好听了你的，提前做了演练，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最怕的其实不是发现问题，最怕的是明知道有问题，还假装看不见。项目结束后，那家老板主动把我们推荐给了另外几家大公司。从那以后，工作室不断扩大，一切都步入了正轨。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沈恒，看看这个，什么东西这么急？某科技公司高管顾成峰因无视风控强推产品致严重违规，现已引咎辞职。项目烂尾，你们纯属欺诈，违规造假，依法追责。对不起，我会全权负责。晚了，等着赔偿。他还是没变。听说他最近疯狂投简历找工作，但好几家公司背调了星寒那次宕机事件，现在根本没人敢让他碰核心业务。你以为离了星海你能走多远？这个圈子很小，以后谁还敢用你？圈子确实很小，只不过现在被挡在圈子外面的人不是我，是他自己。你这做的是什么东西？能做做，不能做滚。对了，周凯托人联系我说他在新外包团队混不下去了，想求我帮他介绍个外包项目，咱们要见见他吗？没必要见，一口回绝。好歹以前也在一个组。当初他明知道风控不能关，为了巴结顾成峰还是硬关了。出事后又在报告里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不是圣人，没必要给这种人翻身的机会。这个人以后不要联系了。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拉黑他。沈恒，当初庆功宴名单的事儿，我确实收到了顾成峰的暗示。他说技术团队不适合站在台前，说你仗着工龄长倚老卖老。对不起。迟来的道歉一文不值，他改变不了任何事。当初骂我太保守，撞了南墙，现在却把我的方案当成救命的红线。沈总，咱们把规矩定这么死，会不会错过很多大单子啊？会有损失，但也会帮我们避开很多致命的坑。记住咱们沈总的话，在这个行业，只要你技术硬，能解决问题，付出就一定能拿到该有的回报。星海数科发布新一轮组织调整公告，温振兵卸任执行职务，公司全面整改。沈总，外面有人找，已经安排到会客室了。好。沈总，我们想请你们团队做一次外部复审，主要是关于数据中田整改方面的。如果沈总觉得不方便，我们完全理解，绝不勉强。可以，但必须按我们的合同走，费用、评估范围、责任边界全部提前写清楚。没问题，一切按沈总的规矩办。以前我是这里的员工，这一次我是外部乙方。先生你好，请问有预约吗？好的，现在带您进去。权限链路确实改了，风控熔断也重新加固了。你们现在比以前好。第一，财务确认链路还有人工补给口。第二，大客户核验太依赖临时白名单。第三，你们的事故演练只有技术部门参加，业务和财务没有真正进场。这些问题不解决，下次流量一冲还是会乱。明白，沈总，我们马上出方案重改。沈总，之前公司高层发生的事儿，我听说过一些。不管怎么说，星汉欠你一句谢谢。不用谢，按合同付款就行。沈总放心，一定按时到款。沈恒，方便聊聊吗？我是顾成峰，以前的事儿也许有误会，我跟你道歉。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你现在的客户？过去追不上我，而我也不会再回头了。沈总，江哥，宏图科技刚刚发来的紧急邀约。宏图科技？那个头部电商平台？对，他们核心系统压散出了点问题，急着找外部团队进场。年度级的大项目啊，这要是拿下来，咱们今年的流水直接翻倍，而且有宏图的背书，咱们在圈里的位置就稳了。沈恒，怎么说？下午直接跟他们拉个视频会。先聊聊看，让商务安排会议。沈总，我们的情况刚才介绍的很清楚了。下个月大促，系统现在这几个风险点必须马上堵住，时间很紧。我希望你们团队明天就能带着设备进场。没问题，进场时间我们可以配合。不过前期的服务协议和责任确认清单，咱们是不是先走个流程？协议的事儿不着急，我们是大公司，法务流程走起来至少半个月，系统等不了。
们先干活，等现场跑起来了，具体的补充条款、责任划分，咱们后面再补。副总，这份协议我看过了，这份初步框架里足足写了我们乙方6条讲件配合义务，但关于数据接口异常的责任规矩，一个字没提。一旦我们在排查中触发了你们的底层告错，这算谁的？沈总，我们请顾问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麻烦的，都是做技术的，没必要在字眼上抠得这么死。这不叫抠字眼，这叫责任边界。没有清晰的数据责任划分，没有事故归因标准，也没有我方的撤场机制，边界不清，我们不进场。沈总，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贵了？太可惜了吧？沈总态度太硬了。其实大厂都这样，先进场干活，后续补签协议很正常的。咱们刚起步，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沈恒，宏图那边真的不再谈了。商务刚打听过，对方预算卡得很松，只要咱们点头，明天款就能打过来一半。只要点头，脖子就套在别人手里。我知道你担心风险，但咱们先进场，只要技术上不出错，后面慢慢磨补充协议也行啊。做生意总得有点弹性吧。把所有人叫到会议室。各位，会议室集合。都觉得可惜是吧？那我们来看看签了这份东西后果是什么。第3页第4条，乙方在排查过程中需无条件配合甲方所有临时业务需求，这叫无限配合义务。意思是，只要他们业务线随时插单，我们都必须接。第5页，若系统出现重大刀击，乙方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上面完全没有界定，如果是甲方原有代码的 bug 导致的刀击怎么算？从法律上讲，如果没有明确责任边界，一旦对方底层崩溃，他们完全可以把锅甩给最后进场的我们。听懂了吗？星汉当年是怎么出事的？就是因为大家先干起来再说，把所有本该写清的边界全都省掉了。沈总，法务已经把重新拟定的标准版合同发给宏图科技了，明确了分阶段交付、责任边界和我们的单方面退出机制。辛苦了。他们回换了，这么快？意料之中。所有人带上电脑进会议室。看看屏幕。我知道大家因为丢了宏图的单子觉得可惜，觉得公司损失了钱，但看看我们的账面和储备项目，横巡现在的现金流足够支撑我们健康运转。我们不是接不到单，我们只是不接那些会要命的单。短期少赚一笔，不代表我们长期会输。刘总，沈总，最近忙吗？还可以。刘总有新项目需要排查。是我这边的系统，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公司，一家本地生活平台。他们最近扩张太快，系统乱得一塌糊涂，想请个厉害的外部顾问。可以，按正常流程约时间看系统。沈总，我丑话说在前面，我这位朋友的公司水很深，你去了就知道，这次难的根本不是技术，这单不好做。沈总，你确定要接吗？确定。不能一直等整改，风险不能视而不见。沈总，您评评理，业务线天天临时插需求，根本不走排序，有些接口没测试完就逼着我们上线，这风险谁担？我不插需求，等你们按部就班的排期，竞争对手早把市场抢光了。公司要的是增长，不是让你们天天拿风险当挡箭牌。别吵了，别吵了。对呀，大家都是在一个公司上班的，别吵了。沈总，你作为中间人，你来评评理。对，沈总，你来说说看。把近3个月的发布日志、权限流转记录，还有事故复盘清单，全部打包扣给我。这权限给的也太随意了吧！一个前端活动页居然能直接调底层的交易接口。你看审批链，一笔高风险发布的审批人竟然只有一个运营主管的签字，技术负责人栏是空的。系统的问题只在表面，真正失控的是决策链路，谁都能拍板，出了事儿谁都能推。沈总，留步。沈总辛苦了，晚上一起吃个便饭。不必了，初审报告出来后会直接发给各位。沈总，大家都是聪明人，我知道你们做顾问的报告怎么写，弹性很大。只要你在最终的报告里多支持一下我们业务推进的节奏，少提点那些没用的技术风险。价格你开。那家伙还真敢开口，价格你开，他这是把咱们当成帮他扫清异己的枪了。这种话听听就算了，没必要当真。那你报告打算怎么写？我看那边的局势不管怎么写都会得罪其中一派。我谁也不得罪，我只写事实。江哥，你看看这个，
本地生活平台那边几个同行业务群里都在传咱们的闲话。这帮人收买不成，开始玩泼脏水这一套了。我去找他们当面对质。沈恒，外面现在都在传。我知道，把车钥匙放下。初审报告整理好了吗？整理好了，沈总。直接发邮件，抄送给本地生活平台的管理层全员，包括他们的创始人。用事实打脸，比跑过去吵架有用。沈总，本地生活平台那边来电话了。业务副总，不是，是他们创始人的助理。他说，创始人看了您发的报告，想今天晚上单独约您见一面。沈总，初审报告我看了，一针见血，全是我们内部一直捂着不敢突破的问题。你并不在系统本身，而是管理脉络的失控。如果决策机制不改，找多少外包腿来填坑都没用。是啊，所以我不想再小打小闹了。沈总，我想跟恒巡签一个长期独家合作协议，不仅是这次整改，以后我们核心系统的风险把控，希望你们团队能派核心人员长期驻场，直接向我汇报，费用绝对让你们满意。这可是个大单子，长期驻场，费用翻倍，咱们今年的业绩直接稳了。沈恒，这回可是他们老板亲自拍板，连内斗的风险都省了。这单不能接。为什么？钱给够了，老板也支持，还有什么问题？江巡，驻场意味着深度植入他们的日常决策，一旦系统出事儿，外人不会管是谁拍板，只会说这是恒巡盯的系统。钱是多，但我们也会从独立顾问变成他们随时可以拉出来背锅的技术内核。这跟当初在星海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想要独立性，想要话语权，但这毕竟是开公司，不是做学术研究。这次要是再不接，咱们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沈恒，我理解你的顾虑，可是咱们刚丢了宏图那单，现在连这个送上门的长期客户也要推掉吗？我知道你想要独立性，想要话语权，但这毕竟是开公司，不是做学术研究。这次要是再不接，咱们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长期驻场，一旦我们进去，业务方的违规操作，他们老板看不到，只会看到最后兜底的是我们。到时候出了大事故，你拿什么担？我们可以派最强的人去盯，这跟派谁没关系，这叫责任绑定。江巡，你想清楚，我们出来单干，难道就是为了换个地方，再当一次随时可以被甩锅的星汉技术组吗？钱我们可以赚，但规矩必须按我们的来，不签长期捆绑。我们把合作拆成3个独立阶段，第一阶段风险审计，第2阶段整改陪跑，第3阶段联合演练。每一个阶段单独签合同，单独验收，单独付款。一旦对方在任何一个阶段拒绝明确责任边界，我们随时保留撤场权。这才是恒巡该接的单子。我明白了，你不是在清高，而是在给公司建护城河。分阶段隔离风险，确实能保证我们的独立性。但人家大老板要的是一步到位，长期兜底。你现在把合作拆得这么碎，还要求随时撤场。沈总，我请你们来是解决麻烦的。你们这协议拆成3个阶段单独签字，还加了这么多前提条件，流程未免太繁琐了吧？确实，很少有乙方会在合同里要求这么强势的单方退出权。这一条是我主动要求加的，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乙方敢接这个底气。刘总，我知道您嫌麻烦，但您回想一下，贵公司过去的事故哪一次不因为图快图省事，把本该写清楚的权限边界全都省掉了？我们加这些条件不是为了保证再推卸责任，而是一个没有外行能签了字好按住技术的手。您是技术出身，应该比谁都得清楚，系统的容错率从来不是靠妥协换来的。沈总，就按你的规矩办。江哥，沈总，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我刚刚收到一封发给咱们公司所有公开邮箱的匿名邮件，你快看看。沈哥，这邮件正文里用大量歪曲事实的描述，把你塑造成一个情绪失控、报复心极强的技术暴君。这邮件不光发到了我们公司，现在好几个行业交流群里都在传这篇东西。上面说沈总因为跟钱劳家闹翻，现在接单全是带着情绪的，规矩死，态度傲。这要是传到潜在客户耳朵里，咱们以后的商务拓展可怎么做啊？这明摆着在带节奏，故意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沈恒，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造谣，我去查 IP， 一定要把发邮件的源头揪出来，发个严正声明。发声明没用，别人只当你在急着掩饰。
把我们最近完成的3个重点项目拿出来，把事故下降率、联合演练耗时，还有客户盖章的续约函、推荐信，全部整理成一套标准的案例包。好的，沈总。这时候弄案例包有什么用？对方不是在单纯发泄情绪，他们是想给恒巡贴一个难合作的标签，给我们的潜在客户设置心理门槛。既然他们想谈合作门槛，那我们就给行业看看恒巡的门槛到底能拦住多大的风险。江巡，别费劲去查 IP 了，背后推这个消息的人，你们认识？查清楚了，猎头给我透了底，是宏图科技那个副总。因为我们之前拒了他们的单子，他觉得丢了面子，一直在圈子里放风说我们不识抬举。更恶心的是，他还联合了一家叫长风咨询的老牌公司，两边一唱一和，故意放大咱们那封匿名邮件。他们这是想把水搅浑，把原来找我们的客户全都截胡到长风那边去。这口恶气，咱们不能就这么咽了。跟他们在私下里对骂，只会把恒巡的格调拉低到和他们一个水平。后天有一场行业高管闭门分享会，这是最好的舞台，把所有案例包做成精简版的演示文稿。不要任何吹嘘的修饰词，只放3个东西：整改前后的当率对比、客户的签字确认函，以及我们阶段性交付的合同结构。既然他们想说我们难合作，那我们就当着全行业最核心客户的面告诉他们，我们究竟在较什么真。看那边，那个就是长风咨询的负责人。各位，现在市面上有些新兴的咨询团队，专业能力是有的，但就是太理想化了，动不动就要求业务停下来配合整改，拿所谓的系统绝对安全来要挟甲方。这种过度强调风控的做法，往往会拖死一家正在高速增长的企业。我们长风绝不提倡这种落不了地的做法。接下来有请恒巡技术咨询的沈恒先生为我们做分享。刚刚有同行提到了落地和效率，这是我们近期交付的3个核心项目。A 公司整改前月度宕机4次，整改后大促期间零事故。B 平台灾备演练切换后从原来的1小时降到12分钟。C 企业在签署了清晰的责任边界合同后，续约率是100%。如果一家顾问公司为了让甲方高兴，选择对系统里的定时炸弹视而不见，那不叫落地，那叫同谋。顾问的工作从来不是让甲方听着舒服，而是让系统在最关键的时候别出事。顾问的工作从来不是让甲方听着舒服，而是让系统在最关键的时候别出事。沈总留步。沈总，刚才在台上听了您的分享，真是受益匪浅。恒巡的技术实力确实是这个。沈总，我看恒巡现在的盘子还不算太大，有没有兴趣并到我们长风这边来？资源共享，利润好商量嘛。好的，刘总，我稍后就把合作框架发给你。沈恒，那场分享会算是彻底把咱们的牌子打出去了。这几天不光是客户找上门，还有好几家大机构发来了并购和投资邀约。你看这家，承诺把他们旗下的全系客户资源都开放给咱们，条件极好。看这里，这家机构要求我们第1年的订单量必须翻3倍，并且在董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这份更直接，要求我们修改现有的合同标准模板，降低客户的准入门槛，以追求签约转化率。承诺的资源都是饵，他们根本不在乎恒巡怎么做风控，他们在乎的是怎么用我们的技术背书去市场上快速变现。一旦签了，恒巡就不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技术团队，而是他们手里的一台接单机器。沈恒，我知道这些条款有坑，但做生意哪有不妥协的？我们现在靠自己一单一单的抠标准，口碑是做起来了，但规模起得太慢了。如果咱们一直这么慢，事事都要求完美，公司到底能走多远？现在的市场变化太快了，宏图那种大单我们不接，长风那种老油皮又在抢食。如果有资本进来帮我们顶一顶，至少能让我们先长出肌肉。我怕再这么拖下去，咱们会错过最重要的窗口期。江巡，你觉得我是在死磕那个完美的虚名吗？我不是害怕公司规模变大，我是害怕公司变大以后会活成另一个星海。星海当年也是几个懂技术的人熬出来的，但后来呢，为了所谓的窗口期，底线一条条被删掉，拨控变成了摆设，最后公司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而真正做事的人连饭局都不费上。
如果我们今天为了快速扩张而让出底线，明天恒群就会变成资本手里的星号，那我们出来单干还有什么意义？沈总，怎么了？有位投资人已经到会客室了，他没有预约，但说是从外地特意飞过来的，说一定要见您一面。陈老，您怎么亲自来了？几年前我就想挖你出星海，可惜那时候你太重感情，非要死磕那套中台系统。现在看来，你自己出来单干是对的。我不是来吞并你们的，也不是来抢话语权的，这只是一份少数股权投资方案。我不干预你们的项目筛选标准，也绝不插手你们的技术判断。资金进来只用于帮你们完善法务、商务团队，建立培训体系。恒群的规矩还是你沈恒说了算。这种极其克制且完全尊重创始人的投资方案，在当下的资本市场极其罕见。我知道你们最近拒绝了不少大资本，小邵觉得可惜，你觉得危险，都没错。资本确实是把双刃剑，但你记住一句话：钱能让公司长大，可只有规矩才能让公司活得久。好好考虑一下。没有对赌，没有业绩强制要求，完全保留我们的业务否决权。这份我觉得可以认真谈。陈老的这笔资金我们接。好，但资金到位后，第一件事不是扩张销售去拿项目，而是做内功。我们要从今天起彻底摆脱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坊模式。第一，把我们这几个月做风险审计的经验固化成标准流程手册。第二，法务部门把责任边界的合同模板彻底定死，任何人不准私自让步。第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应急响应培训体系。以后恒群结单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去定，我要你们每个人出去都能代表恒群的规矩。来，大家停一下。按沈总的指示，咱们现在的项目管理机制要升级了。老李，你带 A 组的新客户的风险排查按新出的标准手册执行。小赵，你跟进本地生活平台的整改收尾。以后每个人都要学着独立扛对事儿了。没问题，江哥，交给我们吧。沈总，什么事儿？信航数科那边来人了，是他们新的技术总监。不过他没带什么商务团队，他说他不是来谈合作的，是受董事会的委托来给您送一份材料。沈总，江哥，这是星汉董事会让我亲自送来的内部最终追责记案。沈总，材料您确认了。还有一件事，下周星汉内部会举行一次全员大会，董事会希望你能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另外，董事会希望能借这次大会，公开向全行业发布声明，正式恢复您的名誉。沈恒，这是好事儿啊！公开澄清，说明星汉终于低头认错了。这不光是给你洗刷了当年的委屈，对咱们恒群现在的行业公信力也是一次巨大的提升。要不下周的会咱们去一趟，就当是彻底做个了断。江群，你觉得他们现在这么高调的向我认错，真的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觉得对不起我吗？星汉最近股价大跌，大客户流失，口碑烂到了谷底。他们公开向我道歉，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给市场看，为了给他们自己止损。这种用我的委屈来给他们做公关的局，我不陪他们演。沈总，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文件我收到了，结论我认可，但下周的公开大会我不参加。沈总，温董说可以安排一个特别的仪式，甚至可以请媒体。不用了，告诉温董，以前的事已经结束了。恒群和星汉如果再有交集，只谈业务，不谈感情。我靠！大家快看行业新闻！终于出公告了，你看到下面评论没有？行业群全在转，这是全网推送啊！
好的，好的，李总，沈总最近的行程确实排得很满。对，合作意向我们可以先发一份评估表给您。大家打起精神来，星汉这一波神助攻，等于给咱们打了1000万级别的免费广告。今天送上门的项目，只要不碰咱们的底线红线，全都先接下来。沈总，您现在的声量可是全行业第一啊！盛世互娱集团的总裁亲自发话了，想邀请您出任集团 CTO， 薪酬您可以随便开，绝对是您现在创业收入的几倍。而且盛世互娱的平台那可是真正的顶流，您去了就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医生期待您的加入。替我谢谢他们总裁的好意，我目前没有去大厂的打算。不用了，再见。如果我走了，这家公司还剩什么？盛世互娱啊，这可是金字塔尖了。沈恒，说实话，换谁都得心动。你要是真去了，可别忘了把我这个合伙人也带上。我已经拒绝了。真拒了？那可是集团 CT。江巡，你想过吗？我以前在星汉9年，每天都在干什么？我在帮别人搭系统、旧系统、背系统。如果我去了盛世，哪怕头衔再高，钱再多，我依然只是一个被高薪绑定去给他们系统兜底的关键人。我不想再重复那条路了。今天开会只宣布一件事：恒巡的发展方向从今天起正式升级。我们不再是一个单纯靠地面填坑的技术顾问团队，我们要把这些年踩过的坑、吃总结出的规矩沉淀成行业标准。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真正的技术风险治理公司。不仅接项目，我们还要做风险评估、做流程设计、做企业级的应急演练培训，甚至发放我们的安全认证。太多了。这里调整一下，确保等下流程顺畅。显示屏切到倒计时，资料册放前排左边。今天不说废话，只讲3句恒巡的规矩：第一，风险不能被装作看不见；第二，责任白纸对在事故之后才被别人想起。找对人了。不是所有被忽视的人都会一直站在门外，有人转身以后会自己建一扇门。